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做经师易，做人师难啊。为什么做经师比较容易呢？因为经师只是用嘴巴在说教啊，这个容易啊。为什么做人师比较困难呢？因为人师要用身体去力行啊，要用身教去说法，那这个就不简单了。因为你心中要有入法，你才有法可以分享嘛。同理呀，学者因为学有专精啊，有丰富的知识跟学问，所以很会说教。那觉者呢，因为做中觉啊，觉中悟啊，透过了实践而有所觉悟，所以呢，他很会说法啊。由此可知啊，说教的经师跟说法的人师，两个内涵呢是大不相同啊。单纯的传授知识或教人规矩啊，这个简单，所以才说做经师易嘛。而如果自己要先成为人品典范啊，再以自己的身教去影响别人呢，这个就难了，所以才说做人师难啊。那经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啊，学生照书读啊，左耳进右耳出啊，一知半解啊，这个成效不大，所以叫做经师。那人师就是身体力行变成自己的身教，再以自己的心得去跟人家分享啊，然后去影响别人啊，那这个就是教化跟度化的力量，叫做人师啊。那做经师易，做人师难，这句话呢是在提醒我们啊，尤其是提醒教育工作者啊，跟讲经说法的人啊，不能只是教书啊，还要教人啊，不能只是讲经，还要行经，不能只是说教，还要说法。一个是靠嘴巴，一个靠行动。医师也不例外啊，只会医病还不够，还要医人也医心啊，这样才是良医嘛。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啊，把正言上人的近似语好话拿去做教学的教材啊，结果老师照句子念，学生照着句子读啊，那这样就叫做什么经师？这个容易啊，因为大部分的老师啊都是这样在教学嘛，所以是说教的性质啊。那人师就不一样喽，要做人师，必须自己先改变自己，刚刚讲，先做到人品典范啊，为人表率啊。然后再以自己的身教去影响别人啊，刚刚讲这叫人师，那这个困难，因为自己没做到，只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那这样要去影响别人或净化别人的力道就会微不足道。做人师难，就难在要先改变自己啊，偏偏我们都是很难改变自己，但又很想去改变别人自己都无法改变，凭什么要去改变别人呢？同理，自己都没办法要求自己，那凭什么去要求别人呢？所以啊，才自此衍生一大堆的求不得苦，这是人生8大苦之一啊。那经师也就是只想改变别人那人师只想改变自己。那经师与人师有很大的区别，经师是指教授学问、传授知识的人他们专注于书本的内容强调知识的重要是侧重在教书。那人师是指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他会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身教去教导学生做人处事的道理从中去影响学生的品格、价值观跟人生观那他侧重的是在哪里？在育人也就是教之以理，育之以德，这就是教育嘛的真正的意涵那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但是人格跟品德呢，需要长期的自我修炼跟实践因此呢，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在教书，更是在育人那说教跟说法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一个说教一个说法吧，
都是在传达观念跟理念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呢，说者的语气上跟听者的接受度上呢会有所不同啊。说教通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跟权威性，是用教训或者劝诫的方式向他人传授道理或者价值观呐，语气上会比较严肃，容易带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教。举个例子来讲啊，父母对孩子说了孩子你要听话哦，不要再犯错哦，听得懂吗？或者上级对下级说了你必须遵守公司的规定哦，否则这个会影响你的考绩哦。那这些话听起来就是说教的意味很浓嘛，对不对？那口气啊，那说法就比较客观一点了。透过循循善诱去讲解道理，这个分析事理苦口婆心的啦，来教导别人的理解一些事情那比较没有强制性跟批判性，口气上听起来比起说教是委婉的很多了。那这个是说法例如师长对我们说了，哎呀，人生难免会碰到挑战跟考验，但只要我们心中有正法，那自然就会有办法哦。或者法师跟我们开示讲什么教都可以不信，没有关系，但因缘果报不能不信哦，因为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那这样的话一听就不是在说教而是话中带有法味这个就是在说法那在人群中跟人群互动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对人说教，言谈中也不要有说教的口气啦，因为口气强硬很容易引起对方的排斥的心理嘛。对，人家对我们用说教的方式，我们心里也是不舒服会排斥一样的道理相反的，如果用说法或分享的方式建议透过良性的这个互动或引导的方式呢，就比较能够让对方愿意来听我们讲话，也比较容易让对方愿意去思考我们所谈的问题有一次在志工的培训课程中，有一位志工他提问他问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有好的道理想要跟他们分享，但我很害怕他们感觉我是在对他们说教，那这个要怎么办呢？我回答他说，与人分享的时候呢，要以轻松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故事、经验心路历程让朋友感觉我们是在跟他分享、跟他交流，而不是在指导他啦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嘛我以前也是碰到跟你类似的问题耶，但是当时我是这样处理的等等等这样讲就比较能够让对方接受，仅供参考嘛，没有强迫你接受嘛，对而不会让对方觉得我们是在下指导棋也可以用开放性的态度呢来引导对方思考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你要不要换个方式来处理看看呢？会不会更好呢？那这样说话的方式让他有选择的空间那可以让朋友自己呢就想要怎么办呢？而不是让他被动的感觉在接受我们的看法，没有强迫你，只是给你多一个选择而已。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什么？避免说话太严肃或不苟言笑所以讲话的时候最好保持轻松幽默的语气有时候还可以加入一点幽默感这样谈话起来就会感觉没有压迫感嘛，谈笑用兵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我以前也是用过这种方法呢，结果超惨的啦，后来我才发现另一个更好的方法你要不要参考一下？这样讲话也是不会有说教的语气其实说教跟说法是一线之隔这个跟我们讲话的口气跟口吻息息相关的。同一句话口气不一样，意义就会不一样跟人家讲话尽量避免使用权威的口吻举例说了尽量少用你应该
啊，你一定要，或者我跟你讲哦，你就不听，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语言啊，而是要改用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啊，怎么哈，或者说你可以试试看怎么啊，这样的口气就比较温和啦，仅供参考啊。刚刚讲也比较没有说教的口吻啦，也不会让对方有被指导的感觉。那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学习耐心倾听别人的想法，不要都是你一直讲，听听别人讲的，跟对方有了相同的频率之后，才会起共鸣啊，才会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啊，而不是单向的在输出我们的观点跟想法，让对方感觉我们在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想法，这样就会落入说教之嫌了，好像在教训你、教导你一样。唯有当对方感受到被理解，他才会愿意聆听我们的意见嘛。其实这个就是同理心。那以上这些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呢，产生愉快的氛围。跟你讲话很轻松啊，没有压力啊，对方才不会产生反感跟抗拒嘛。那说教会让人反感，说法会让人法喜两个不一样如果没有透过不断的学习，那就很可能本来是想说法结果失控了变成在说教了因为对方不接受，所以你一强迫他说法变成说教了，那就把一句好坏说坏掉啦，那这就弄巧成拙啦。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滔滔不绝越讲越兴致越嗨会这样子那这个就很有可能在对别人说教而自己不知道这是因为说话的语气、态度跟方法不恰当，而让对方产生被指导或批评的感觉。所以心态上尽量用分享来取代指导用分享来取代演讲，用词的意思啦。举例来说了像我了常常要去很多的培训课啦、精进日啦、共修会啦、读书会啦、志工营队啦，或者幸福人生讲座啦等等的场合分享我们也都是用分享这两个字而不讲演讲分享跟演讲在本质上、心态上跟那个氛围上有明显的不同。分享通常带有谦卑跟平等的特质，而演讲呢，则是带有正式性的跟权威性的。我是专家，我跟你演讲，不是这个意思啦。那分享是以开放跟谦卑的态度呢，侧重于彼此的双向交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分享完了都会有一个双向交流提问题嘛，不是吗？并且认为自己只是提供经验而已，仅供参考，那不一定代表自己讲的就是正确的答案没有先入为主，没有心存定见那演讲就不一样，演讲是以专业跟权威的心态呢，侧重于单向输出自己的知识。因为我是专业人士我是学者，我是专家，所以我跟你讲我的专长跟你演讲我的专长单向输出自己的知识。所以简单来讲呢，分享是一种我们一起交流这种态度，而演讲则是什么？我来告诉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分享是我们坐下来聊，小组分享不是吗？温馨交流嘛，我们坐下来聊聊那演讲是什么？我站起来讲课，这两个性质不太一样也因此呢，我们在慈济里面讲课的讲师们呢，都是讲心得分享或者培训课分享而不讲演讲各种道理在这里啦。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会也是讲线上分享我没有讲说线上演讲现在要叫我讲演讲，我也感觉到好像有点自大，好像你很厉害跟人家演讲，现在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讲分享听得比较舒服一点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读书也是讲线上分享，没有讲线上演讲嘛这个里面也是有学问的
我们每个人在对别人分享中啊，会不会被对方感觉我们是在对人家说教呢？这个就要懂得结好众生缘了。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无缘说话便是非啊。所以平常的爱心存款要够缘结得不够好啊，即使我们很有智慧哦，也是很难教化人心的哦。你很有智慧是你的事情，你讲话我不一定要听你的，这么缺少人缘。所以要度人，不是有智慧就做得到，还要有福缘呢。所以众生缘很重要啊。说的话人家听不进，甚至让人家产生排斥，那就是说话不投机，或缘结得不好，而让对方觉得有被说教的感觉，听起来不舒服。相反的，人缘结得好，也懂得自我修持，一旦这个德跟缘具足了，即使讲话口气稍重啊，人家还是欢喜接受哦，讲得好啊。这个就不是说教，而是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自爱爱他，自利利他的精神啊。那这个已经不是修养的层次哦，而是进入了修行的领域啊。意境跟格局是大不相同啊。以前我在新马的时候呢，经常带领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们就是我们慈济自己的那些老师志工们带他们到很多学校去介绍近似语教学那在这个之前呢，我跟这些老师们必须自我警惕要深入先了解近似语教学的精神理念嘛。你不懂你怎么去介绍给别人呢？所以除了不断自己要充实之外呢，我们因为接触了很多学校的老师而从中了解了不少学校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跟亲子的问题。更由于推动近似语呢，需要自己刚刚讲嘛，要身先士卒把近似语那些好话先用在自己身上，用得到吗？用得到再讲，用不到就不要讲。对，那身体力行也亲身体验之后呢，我们才来跟一些学校的老师们分享。那这样讲话才有说服力啊。好像一个产品嘛，你用了有效，介绍给别人，这样才有说服力啊。你自己用的都不好或者没用过，你怎么介绍呢？一样的道理啊。那近似语教学虽然是一种教学，但却不是由老师来教学生哦。那教给谁啊？而是老师要先能够教自己啊。他的理念是这样子啊，老师改变了，才有可能影响学生呢。同理为人父母也不是只会对孩子说教而自己却不受教。父母也是要先改变自己，才有身教去教育孩子因为父母是孩子的模嘛，不是吗？那无论要改善教育问题或者亲子问题，甚至要改变自己都好都可以从近似语的这个精髓跟理念中呢，找到一些妙法跟妙用那了解这个各中的道理之后呢，我们终于理解了，近似语教学不是让我们做经师哦，老师照句子念，学生照句子读，不是这样背得滚瓜烂熟就好哦，而是要确确实实的把它用在自己生活上跟工作中。一旦生活这些好话跟生活结合，而让我们受用受益那再把这个心得去跟别人分享，这样就是在对别人说法的人师只是用嘴巴念叫做经师，以身体的身，以身示教叫做人师。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老师要教学生守时，不能只是口头上强调说你们要准时准时很重要而是要自己每天提前到教室，展现自己对时间的尊重。那这样学生会受到影响自然养成准时的行动，而不是老师反复的说教而让学生被动的去执行，不是这样子如果老师只是天天对学生说守时很重要，守时很重要，可是自己却经常迟到，那这样学生会觉得老师讲这些话没有说服力的，甚至反感。那对于父母来讲也是一样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与其反复叮咛孩子说孩子你要多读书多读书你不如每天自己多读书，
并跟孩子分享读书的乐趣。那孩子看到父母沉浸在书香之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有身教的人师。同样的道理做爸爸妈妈的自己每天看手机，却要求孩子不要玩手机，多看书，孩子也会反感觉得这个只是在说教而已公司的主管只是一味的要求员工要努力工作自己却敷衍了事，马马虎虎这样说的话也只是打自己的脸而已完全没有说服力相反的，主管如果自己是亲力亲为，处处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工作，以身作则那这样团队也会看到这个主管的敬业精神，也会受到激励跟自我警惕这个就是以身作则的人师。推动环保也是一样与其对别人说要减少使用塑胶袋或者应该要做好资源分类你不如自己以身作则，随身携带环保购物袋，跟减少一些一次性的用品并跟人家分享自己如何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这样子的心得分享就是说法也才是人师如果只是用说用塑胶袋不好啦或者在自己家里都没有落实垃圾分类别人只会把我们的话当作口号，不会被我们影响嘛。那以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真正能够影响别人的是我们自己的行动跟态度而不是单纯的用我们的口头教导或说教当我们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去落实我们的信念的时候呢，别人会更容易接受到我们的启发这就是人品典范的人师那在修行团体里面呢，更是强调要做人师，不要做经师。那这样的理念对修行者是非常重要因为修行不仅是学习经典教义更重要的是透过身教跟实践呢来教化众生让佛法的道理能够落实在生活中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不仅是讲述佛法，还亲自示范如何将三好，也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大师在创建这个佛光的这个过程中照样跟弟子们一起搬砖运土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了他以身作则让人看到修行的实践面。如果只是停留在讲经说法，而没有身体力行，那弟子们可能也无法真正理解佛法如何能够融入现实的生活中。对，讲归讲，做跟做差太远了。那这样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说服力跟影响力就大打折扣了。圣严法师在世的时候，也是大力提出心灵环保的理念嘛，强调修行应该从个人的内心去做起，而不是钻研经文的知识。法师在法鼓山的修行生活中呢，以身教来示现如何过简朴的生活鼓励弟子们以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来实践佛法。法师甚至透过自己在逆境中的修行例如到后来老的时候，圣严法师身体很多病痛他还是保持正念，圆寂之际挂在灵堂的4个大字寂灭为乐这个就是圣严法师临终之际不动声色稳如泰山的正念跟镇定像这样的人师身教，让佛弟子们深刻体悟佛法的力量如果只是理论上的修学，是达不到这样子的境界的。那正言上人也是一样，是透过实际行动来影响社会的，而不是靠嘴巴说教那慈济在全球推动4大志业8大脚印，所有的志工都是学习将佛法落实在助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听经闻法而已而是在行经用法。他强调最好的祈福不是靠诵经是靠自己造福，也就是自耕福田，自得福源个人吃饭个人饱啦
不是靠别人来给我们祝福，而是靠自己行善造福。自己没有在做，即使别人给我们再多的祝福，我们一分也得不到了。靠别人给我们祝福，那是久久一次啊。那自己祝福自己的是分分秒秒哦。这个道理才是正信的佛法。正言上人以身作则，自己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啊。跟星云大师啦，跟圣严法师啦，跟一些高僧大德一样啦，都是德行跟身教具足的人师，所以他们讲话是铿锵有力啊，甚至不讲话的时候也是什么一默响如雷啊。那达赖喇嘛也不例外哦，他以慈悲跟宽容的影响全世界啊，并实际行动示范什么是慈悲为怀啊。慈悲为怀好像很简单，朗朗上口啊。可是他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啊。他即使在流亡期间啊，他始终坚持和平理念，无论是对待政治压力或者是批判者啊，他都保持安忍与宽容啊。那这种人格特质呢，比任何说教的更具影响力啊。那其实，在修行团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人品典范呢。他们并不多言说教，总是默默的保持专注修行，多做少说，而且呢是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这种身教跟涵养，也会让那些新进的学员或者新进的志工们耳濡目染之下被影响而改变呢。这就是无声说法更厉害的哈。而这样的改变呢，不是被说教而有所改变，而是被对方的身教所影响而改变的。这也是一种教化的力量啊。那经师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哦。有些学佛者啊，总是侃侃而谈修行的道理，甚至对佛理也有一些钻研呐。然而，当他碰到一些小事的时候呢，却还会斤斤计较，或很容易动怒啊，这样就很难让人信服他所讲的道理啊。当一个人只是讲授经典道理，却没有真正去实践啊，这样会很容易让别人产生怀疑啊。怀疑什么？听众们会质疑啊，这个道理如果像你讲的这么好，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做到？所以言行不一致会削弱说服力，让听者难以信服啊。例如举例了，一位讲授慈悲的修行者，如果在生活中表现出冷漠跟自私啊，那别人就会质疑他所讲的话的真实性啊。同理啊，如果一位法师他不断讲解忍辱的重要性啊，但他在遭遇批评，却很容易生气动怒啊，这样听众自然对他讲的话不会产生信任啊。经师可能专注于对经典的钻研，而缺乏走入人群，去实际了解众生的处境跟需求，导致他所讲的道理呢，会显得空泛，没有接地气，造成所说的道理呢，只停留在理论层次的说教而已啊。那有些经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可能会流于空谈呢，甚至带有教训跟说教的语气哦。这更会让人产生反感呢。当说话者缺乏真诚或有高高在上的态度，这个一定会让听者觉得自己被批判或指责嘛，你就在讲我啊，产生什么抗拒的心理啊。因此正言上人才说要跟人家讲道理之前，要先讲事相。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要先通人理，才有办法通佛理。人理要先通也就是说要先在人群中投入做人间事，经过各种人事的磨练之后，心里有体悟了，才能印证道理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借俗事显真理的道理啦。总而言之啦，以不言之教去行无声说法，也就是以身体力行去塑造这个身教，然后才说我所说，做我所说啊，这才是堪称教育人子的人师啊。不过我们不是在否定言教的重要哦，好的道理也是要靠嘴巴去宣讲啊，别人才会听到，不是吗？
所以言教也不能说不重要，而是身教更重要。教别人啊，或者是讲别人很容易，但是要自我教育或要求自己改变，这个就很难。每个人都很会去看别人的缺点啊，很会指责别人啊，但对自己的缺点常常是视若无睹啊，甚至还很容易原谅自己啊。这就是近世所讲的，为自己找借口的人永远不会进步了。而我们也常常会从原谅自己的那一刻开始懈怠，从懈怠的那一刻开始蛰伏造业。所以近思语也好，圣贤语录也好，法师们的开示也好，都是一帖帖的良药啊。然而只是嘴巴念的那个药的名词啊，病也不会好了，而是要把药吃进肚子里面啊，才会有药效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做经师易，做人师难的分享就到这里啊！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